哎，你们是不是都觉得我这个大胖媳妇像个老实人？你相不相信她在铁岭也耍过臭无赖？消费之后不给钱，她是在哪个领域上犯的事儿呢？是我们东北独特的自身表皮清洁领域，俗称搓澡。她在这个圈名声不太好，当时被铁岭相关部门进行了为期半年的禁搓、禁蒸、禁奶浴，专治她跋扈的小情绪。其实我这大胖媳妇吧，本来是个爱热闹的人，这铁岭的娱乐活动她都喜欢。就这个玉石搓澡的事儿，刚开始不好意思，但是他也是有自己的原因。他认为呢，有些事儿要聚，有些事儿要分，啥事儿不宜组团撸，结婚和搓搓。他就是不能想象一群大老爷们在一块儿泡一块儿搓，这么个宏伟蓝图吧，就是。我有个好朋友，她老公是苏格兰人，叫大卫，大卫可帅了，大卫。大卫在铁岭呢，就一次偶然的机会体验到了搓澡，从此就爱上了这个产业。但后来呢，就没有人再领他去了，他还去想这个事儿。完有一次就是非常委婉的找到了我老公，就是跟他表达了一下想结伴一块再去一次的这个心愿吧。完我老公还埋汰人家说你不尴尬吗？一群人一块搓澡，你是不是自己就本土民族文化漏风？苏格兰小裙穿身上，腰间盘旋着小放浪，你不好意思吗？大卫给出的解释其实非常有道理，就说人世间这些硬汉之间的尴尬呀，其实说到底都是因为不彻底。你也浓，我也浓，辽阔的澡堂心重重，好汉不怕一起搓，怕的是躲闪的小朦胧，小朦胧。真进那屋了，大伙都一样，你就不羞涩，不尴尬了。我老公说行吧，完俩人结伴就去了。我还怕他俩这个东北话听不懂，到时候人搓澡的时候干巴了不动地方，我让我小弟陪着他俩去的。结果到那儿了，哎呦，我大胖媳妇就嗨了，老爱泡了，泡完还上那小木屋蒸，完蒸完之后最后上的搓澡台嘛。到搓澡台上，哎呀，俩搓澡师傅还因为蒸要搓他，还干起来了，给我老公感动坏了，上去告人家谢谢你对我的热情。结果让人家搓澡师傅无情打脸，我夜情啥夜情，人家俩打赌，看你搓的啥色儿的，这不也黑的吗？我以为那是白的呢。完人搓澡师傅就开搓嘛，我老公这辈子没见过搓澡巾是什么玩意儿，给他搓的吱哇乱叫啊，就喊他小舅子，这搁哪来的一个暴躁的民间艺人，就在我身上拿砂纸就抛光啊，这是。给我小弟喊的吧，就挺烦他，就觉得他挺聒噪的。反正搓澡师傅问我小弟说他这个外国友人喊啥呢？我小弟说的啊，那个他说他挺吃力，觉得你没劲儿，让你要点香。完这搓澡师傅被激着了嘛，可要香了。搓完我小弟问他总体感觉咋样？我老公说，我感觉我自己薄了。完搓完这澡不就得上沐浴露吗？但是像玉石这种批量大的地方，他们都把那个包装给换了，换成大桶的，就那种大白桶。我觉得咱东北孩子应该都看见过，因为经常有人也拿它装散装白酒。完给那苏格兰的大卫下过相，你告诉我老公，你准备好吧，我手上鼓着这桶，一会儿要给你上汽油了，上汽油了。然后之后就是展示我老公人性弱点的时候了嘛，他就看这搓澡台附近有袋装奶，完就管人要，人说的你咋要加项啊？完我老公也没听懂，就是啊，然后这奶就倒他身上了，给我老公吓一跳。你往我身上倒奶干啥呀？能变白。你嫌我不够白？能更白啊，那加吧。他这边加完奶呢，我老公发现人大卫做的跟他不一样，他就问人搓澡的说他做的是什么项目，然后搓澡说人家加的是盐。我老公说那我也要加，人说的那你整反了，应该先加盐再加奶。完了我这大胖媳妇是攀比心就上来了嘛，就凭啥他盐我甜呢？我也是可刚可绵，加完盐以后呢，我老公又发现那儿有一个饮料瓶就可以呲水的那种，我问人家那个是啥，人说那是醋，你加呀。我老公问那我刚变白你又整黑了吗？人说的这个是软化死皮的。我老公说就你刚才搓我那个劲儿跟盘骨似的，我现在还有皮吗？人搓澡给他解释嘛，就是这是两种皮，人家这醋管的是老化的废皮。我看你吧长得也是挺着急，你新陈代谢这方面应该也是没搂手刹车，你看你的眉毛都白了。我老公那不是盐吗？你刚撒的，加醋也加。完旁边躺那个苏格兰的大卫闻着味儿了，问我老公，你说咱东北人护肤怎么老用食材呢？感觉像要给咱俩蒸了。反正我这大胖媳妇就上了这搓澡台就不下去了。他以为是咋回事？他以为这18块钱的套票就随便加项，就这老多调料随便放。他寻思那既然都一个价，那使劲放呗。那万一哪个调料突然间就好使了，就是美体了、焕肤了、性感的臀线突出了，那不都挺值吗？所以他这澡洗老长时间了。完我当时正搁外头等他，我搁那打电话呢，就听前台有人说有个老外搓完澡不给钱，我赶紧跑回来了，看我小弟搁那结账呢。
我一看我这败家大胖媳妇下了6个单子，完还霸王戳赖账，说以为这些东西都是套票里包含的呢。后来让我给解释的，完事人家澡堂还给打个折，老实了，把钱交了。出门我就问他，我说你下6个单子干什么玩意儿呢？他说我寻思都免费的嘛。我瞅那搓澡师傅性格也是个弄潮儿吧，我瞅他像要和饺子馅儿的架势，我寻思那就别清汤寡水的，都下了吧。这他是没有，要有的话就是葱花香菜辣椒油我都可以放。张大铁最近呢有一些异常情况，他老后半夜做噩梦，然后醒就哭。然后我妈听说了，从铁岭来了。我妈呢是一个比较相信铁岭玄学流派的这么一个人。她说她来之前找大师看了，看1次200，就跟我俩讲这个大师的意见。但是我妈她没想明白一个事儿，那外国人怎么能听懂她那一套玄学？我妈接下来做的所有事儿全让大胖媳妇整翻盆子了。我妈跟俺俩说人家那个人都说了，拿铁这孩子命里缺水。大胖媳妇说那现在就喝呗。我说你仔细听，是命里缺，不是膀胱里缺。大胖媳妇说都叫拿铁了还缺水，那再加水不没事吗？我妈跟大胖媳妇说你别说话，人家还说呢，你说你也缺，你看你这名儿我都寻思咋整。你叫杰米，这杰字儿还真有4个水点，米要加点水就好了。大胖媳妇说米加点水那不粥吗？我不叫杰米，改名叫杰周 J 周。哎，杰周不是周杰伦吗？那你也别叫彩玲了，你应该叫昆女。哎呀，昆女不是彩玲 ，Your name is 昆凌。我妈继续说那个谁呀，还跟我说拿铁这个情况可能是家里有脏东西。我妈先给大胖媳妇一把剪子，跟她说晚上拿铁不跟你睡吗？拿铁儿再哭，你就把这个放你俩枕头底下。大胖媳妇非常不解，迷迷糊糊的，最后把剪子放枕头底下。拿铁睡着了，大胖媳妇出来跟我说，咱妈咋想的？给我一把剪子，说拿铁哭就用它，就因为孩子哭就直接做掉啊？他只是起夜时间欠妥，又不是私自倒腾军火，罪不至此吧？晚上俩孩子关于这个剪子的功能产生了一些讨论。咋说姥姥说这个剪子可以清除家里的脏东西，咱家什么东西脏啊？拿铁说那应该是爸爸。于是两个孩子觉得他们完全理解了姥姥的意思，进行了脏东西清理。那遇到这种情况，毕竟我是当妈的，我当然是不拦。我好了，是吗？我的头发为什么在这里？那个拿铁，拿铁要吐了，你别拿铁菜。这是什么 ？It's here, it's here。你干啥呢？老爸。其实，在我跟大胖媳妇心中，这都不是事儿，不就是哭熬个夜吗？我不怕，之前熬夜脸蜡黄，碰上换季敏感还黄里透红，得亏有薇诺娜修白瓶，边修屏障边美白，6大美白成分，料理表面到底层的黑色素，2大修护成分，安抚皮肤各种状况，养后屏障，轻松还你妈生白，谁还能看出我熬大夜？我妈还是坚持对我家进行了最后一些调整。那个拿200块钱的大师说镜子有问题，我妈就跟大胖媳妇说，你买这个镜子方向有问题。大胖媳妇现在摆的镜子它朝床，我妈说不行。大胖媳妇换了朝着门，我妈说不行。大胖媳妇再换，我妈说镜子对面有镜子也不行。大胖媳妇被逼得有点叛逆了，最后疯了。哪里都不对。没想到这个镜子上天之后，它变成哈哈镜了。哇！大胖媳妇在镜子里看到自己也懵了，跟我说，怪不得都说上镜显胖，上镜显胖，尤其这镜子在正上边。我是这个穿。我们太帅了，太帅了！前2天我发了个视频，说的是温迪把在中国带回加拿大的香用来给老太太过生日，给人家当蜡烛，场面非常瘆人这么个事儿。大家说是不是假的？我现在在这解释一下啊，它是假的，它非常假。到底是咋回事呢？我跟你说，温迪确实从中国带回加拿大好几捆香，然后赶上你靠姑姥过生日，把香点上给人家当的蜡烛。第2天我小姑娘扣就给我打电话说，我妈昨天老逗了，这香当不了蜡烛吧，嫂子？我妈给我姑姥点这个蜡烛，她点不亮，她也吹不灭呀，吹不灭呀。我一听天降素材，我说这事儿太好笑了，但是就靠我嘴这么说，他根本就反映不出来这个好笑的程度，就无法用画面呈现。我就跟温迪说，温迪，我求求你，我拜托你，你把昨天的情况给我再拍一遍，情景重现。温迪说那拍不了，姑姥走了。我说这死心眼儿呢，大街上随便找老太太。温迪说哎妈，你当铁岭呢？那加拿大这地方，你街上随便找个人都费劲，还随便找老太太。俺家这条街6栋楼10个人，我是最老的。我说咋这么死心眼儿呢？你家这条街上没有，你就去下一条街上，越老的越好。温迪说俺家下一条街是殡仪馆，找老太太是容易，往回领难，往回领难。他说的这还真是真的，我去过他家，他们国家安置这种特殊场所非常随意。我说我吧，我只在乎你是怎么拿香给人当蜡烛，然后吹不灭的，我不在乎老太太。温迪听不懂，人上公园找老太太去了，倒挺敬业，逮着老的就上去跟人搭话。他老头布莱恩怕温迪被人当成卖假药的给他逮捕了，一直在他身后给打掩护。俩人呢跟黑白无常似的，满加拿大抓老太太，满加拿大抓老太太。最后我就说，我说你这也太费劲了。我最后说一遍，我不在乎那个老人，他是个人就行，女的就行，女的就行。温迪明白了，温迪说，哎呀，那你早说呀，我费这个劲呢。我又忘了俺家这几个外国人，他听话只纯听字面意思。温迪一听是女的就行，找到了他侄儿的媳妇爱丽丝。爱丽丝今年31。我小姑子你看我看着爱丽丝都懵了，姑姥不是我姥爷的妹妹吗？我姥爷和她这妹妹长得不能说一点不像，只能说毫无关系啊，毫无关系啊。
但是我不知道他找的是谁呀，我就听说找着了。拍摄的时候，我说我需要给这个老人看着这个吓人呼啦的香的一个反应，抓他一个表情，你别不拍他呀。温迪说，我拍他了，我拍他了。结果最后视频就拍成了这个样子。温迪也算尽力了，但是我以后真是不敢考虑找他们一家人帮拍视频了。他还累够呛，但拍那玩意儿全穿帮。今天张大姐第一次去幼儿园，这种重大时刻，我得亲自用 OPPO Find N3折叠屏拍，他做人像拍的更好看，背景虚化自然，拍出拿铁小点细分，还能同时打开3个全屏应用，导航回家，同时可以点外卖回信息。蛋点好了，马上到。张大铁经过很多波折，今天终于入园了。他们班加上他一共3孩子，一个叫 Dylan， 一个叫 William。拿铁进屋跟人说话，人家没吱声。老师说，拿铁另外2个同学都刚刚2岁，还不咋会说话，语言萌芽期，你要多跟他们说话啊。张大铁说行，然后非常淡定的屋里扫视一圈。这时候我就得走了，我以为我走他肯定得哭，他姐当年整整哭了1个星期。结果我说妈妈走了，你是最坚强的哦。他看我一眼，一摆手，连正脸都没给。2个小弟弟刚学说话，所以你要注意点你的口音。啥这个？你不要跟他们说东北话。学谁呀？我爷爷，我爷爷。